这里的道路呢，我自己又调整了一下，因为最近大家说我修路修的有点多，是吧？至于这个匝道上某些桥墩呢，我们还需要把它移动一下，移到这儿不能影响。OK， 不影响了以后啊，我们可以在这儿去发展一个小公园。比如说这里的空地现在看起来有点浪费，在这里做高楼不是太真实，所以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公园的选项。来吧，我们放一个城市公园，比如说公园的正门直接放在这儿。但是这个大门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好像有点奇怪？我们再把它向旁边去移动一点点，移在这儿，方便我们去做围栏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公园的区域给扩大一下，扩大了以后，我们可以换一个位置去放一个偏门。公园区域，切换一个刷子，我们把这个后山啊全部把它变成公园。这个立交的旁边，我们就不再盖其他的建筑了。现在正门有了以后啊，我们可以去附近，比如说这个位置，两个区域它是不能连接的，我们在这儿去放一个公园的偏门。哎，这个侧门啊，这个公园侧门看起来有点太小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以这个小门为标准，把公园的围栏先创建一下，比如说拉在这儿，然后对面的围栏也拉过来。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个高度啊，这高度的话，除了某些山坡，其他的地方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平整。那么在公园的旁边呢，这几个停车位肯定是不够用的。在后期如果说我们的客流量达到几百上千的话，还需要在这儿修建一个大型的停车场。由于这个面积有限啊，先放一个小的看一下效果。好像还可以啊，正好贴合着我们的围墙，然后把它拉在这儿。本来打算盖商店的，这就不盖了。来，接着建设的话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公园的道路给延一下。比如说为了节省空地呢，我们可以先沿着这个围墙去拉一条直线，然后再看一下右边的马路。哎，就是旁边这个坡道现在看起来有点受影响啊。我们的市民来了以后，好像已经有市民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的公园现在什么建筑都没有啊，里面进来了这么多游客。哎，大哥，你们掏门票了吗？来检查一下这个公园的门票价格，10块钱，14个游客，这很神奇啊！我建设公园建设了2年，一般来说把里面的设施给建满了，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客流量啊。可能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啊，本来我是设想减少一个客流量，让这些汽车去走外环，没想到有一些市民他们为了抄近路的话，他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公园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商机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先调到20，这样一来，你看我们公园现在每周支出48块钱，但是收入可以达到330。哎，客流量还不少啊，我们可以跟踪一下。哇，这个客流量现在越来越多，我即使是把这个门票的价格提高了以后啊，人数还是不少，20，收入已经变成570了。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为它建设一些建筑吧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个良心上也过意不去啊。从小门进来以后，左边是有一部分空地的，我们可以在这儿放一个卫生间、洗手间，直接来2个吧。一左一右2个卫生间，中间呢再为它放置一个可以喝咖啡的地方。哎，我去，放不下来啊。凉亭，那来个凉亭算了，让那些走累的老年人啊来到这儿休息一下。然后我们再去前方看一下啊，好像客流量没有刚才多了。那么我们打开这公园的选项，把这个道路呢继续来往山上去引。引到这儿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公园的广场放在正门的位置，然后我们通过广场再增加一条道路。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公园服务台还有咖啡厅就可以放在这儿了。没想到吧，这条小路现在变得也繁华起来了。然后继续延伸的话，来吧，这个位置啊，为了整体的美观，我们旁边就不能再放建筑了。把这条路延到山上以后，我们再增加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。
这条路这个节点为什么太高了？拉一个曲线，这个公园不能做的四四方方的，不太好看。然后靠近河边的位置，我们在这儿放置一个可以钓鱼的地方。这个节点不是太好拉伸。旁边正好有一条小河，我们就不用再挖沟了。这里有2个公园码头，然后呢，来吧，我们直接放，比较一下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看一下效果。好像我们直接放小型的就可以了，大的话有点不是太好看。大的是这样一个效果啊，好像都可以有啊。然后这个马路呢，来吧，把这个公园的马路再向前移动一点点，方便他们钓鱼。那么前方的道路呢，我们还得把这条道路去延到高架的对面，尽量要做到不浪费地形。然后从这个位置再增加一条路口。那么作为一个桥梁的话，我们来到这个断头路啊，其实也不叫断头路，在建设的时候怎么能叫断头路呢？起一个小型的桥梁，只要能够越过前方的这个高架，我们不强求这个高度的问题。啊，第2层道路还没有通车，尽量要把它的高度保持统一。好像检查一下，这高度会不会有点陡峭了？也没有行人过来，这个行人过来的话，怕是有一定的安全问题。那么我们把这个节点呢，再重新的向前多拉伸一点点，一条亮丽的风景线，现在问题不大。那么把它切到地面以后，我们是有一部分建筑可以继续放在这个河边的。比如说这些游客走这么远了以后啊，需要在这个位置继续放2个卫生间，一个男卫生间，一个女卫生间。2个挨在一起，突然感觉这个风景还是挺秀丽的啊。这个钓鱼的项目呢，这里也可以来一个，然后凉亭。那么至于这个高速上的车辆会不会在这儿违章停车呢？我们要不要在这儿也拉一个围墙？这个围墙不用太大，继续来一个公园的围栏。OK， 这个颜色还可以啊。然后我们来拖动一下它的节点，通过这儿。至于某些游客想逃票进来的话，那是没有办法的，除非他会武术。哎，已经有游客进来了。那么我们一会儿可以找一个游客来跟踪一下。至于接着来建设的话，旁边是有一个大型的空地的。我们来检查一下公园的建筑。现在卫生间、服务台、咖啡厅、广场都已经有了。公园棋盘好像还行啊。哎，下方在下棋的时候，上方有一些游客，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围栏，你看这个视觉会不会稍微好一点，是吧 ？OK， 再来到上方。上方的这个平台也可以放置很多建筑。那么根据这个类型呢，上方是可以放置一些凉亭或者一些攀登架。在道路交叉口先放置一个凉亭，方便一些乘客来到这边休息。凉亭2，这里也来一个，然后中间来一个攀登架。这个攀登架可以距离我们的石头稍微近一点，再把它向后边稍微拖动一点点，穿模了。OK， 移在这儿。好多了，现在好多了。我好像没有印象，我们公园里面竟然有这个秋千的玩意儿。那么剩下没有建设的建筑只剩下一个蹦床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蹦床呢放在这边，公园小门的区域，吸引一些小型的小朋友。太高了，把它也降一点点。现在游客数量已经达到了1178，娱乐水平是够的。不过娱乐水平如果说把这公园升级到5级的话，我们放置的建筑肯定还不太够。那么来前方去看一下啊，比如说这个空地，这空地的话，把它作为一个自然景观的地方，
最好是一个碎石头，旁边再为它点缀一些小花，把它穿插进去。有点像那个公园那个意思了。防护一下，哪些游客他们想过去游玩的话，那么他们去不了，因为这个游戏没有那样的选项。来吧，看一下，再检查一下旁边的空地啊，我们再补充一点什么呢？切到地面的视角以后啊，可以为它放置几个公园的标牌，比如说哪里是去卫生间的，哪里是去服务台的，哪里是补票的。由于是我们城市的第一个公园，所以这个时候吸引的游客可能比较多。有部分游客他们不是为了过路，假如说他们再去另外一个方向的话，我们找一个游客来跟踪一下，以他的第一视角。哎，我说的是去另外一个方向啊，大哥。杨大姨，这么一个小型的凉亭，它现在竟然走来了10几个游客，12个。然后继续向前的话，我下午未雨绸缪，我在这个高速的旁边呢，增加了2个护岸。哎，就剩下我们第2层道路去通车了。现在第1层的道路倒是挺热闹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有一部分粉丝啊，有部分粉丝不太喜欢我修马路。本来这里是一条十字路口，然后呢，我把这儿也增加了几条匝道，这样可以加速一些车辆他们通过的时间。